上次说到什么叫做 Super Toscana，然后我前面第一集是用了大概30分钟的长度去先解释一下所谓的分级制度。那我有提到说，分级制度其实不限于在我要谈的主题 Toscana 或者是所谓的 Super Toscana 这一块，而是世界各国每个只要是酿酒的产区都会有类似的规范。其实我甚至可以讲说，世界上所有的农产品，我不敢100%打包票，但是我觉得这是想当然尔的事情。只要是你是一个有制度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生产地，从你这边出去的东西挂你的名号，挂你这个产地的名号，总是会要有一个一定的规范。这个规范是最终出去的东西的品质挂上你这个区域，然后必须要能够达到某个标准，就是不能让他觉得它是一个烂东西嘛。那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其实放在酒的酿造方面，就是一个所谓的产区规范。那既然产区规范，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执行的机构，独立的执行机构，然后有经验的人士所组成的相关人士、社会贤达，或者是酿酒师，或者是这个比较有经验的人甚至检验室等等。如果它是食品的东西，然后再去建立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它会跟这个区域的所有的相关的从业人员告知，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这个就是所谓的法定产区的精神或管理方式那以葡萄酒来讲的话，就是如同我上一期所讲的，这一期我就不再重复说了。在意大利的规范里面，就是 DOCG 是最上层，就是你通过了这个认证之后呢，讲认证也对了，就是说通过认证证明说你是完全符合最高标准方式去执行的话呢，那就是可以挂 DOCG， 它是首字母的缩写，的细节上网查都查得到了。有意大利文我也不会念，所以我们就 DOCG， 再过来是 DOC， 然后再过来是所谓的 IGT 或 IGP。我知道 P 是 Prada， 那个 T 是什么意思？我要去查，但是我不想查，我就觉得这是一样的意思。IGT、IGP， 然后最后一个是 VDT，VDT，T 是 table 的意思，就是餐桌酒。然后我之前甚至有提到说，有日本在意大利有所谓打酒这种制度就是那种一个桶子里面装酒，然后你拿塑胶袋拿酒瓶去装酒打酒。那这个它有没有归在 Table Wine 的等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更下层，它根本就不理这些产区规范的东西。那基本上呢，我们在台湾这些酒我们都看得到，这些等级的酒我们都看得到，或者是说呢，其实在台湾最多的是 IGT、IGP、IGT、DOC 或 DOCG， 最常见的其实是应该讲说 DOCG 或者是 IGT 这个等级 ，IGP、IGT 这个等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要牵扯到所谓的 Super Toscana 的，跟这个是有一点关系。Toscana 托斯卡尼 Tuscany， 或者然后你前面再讲，就是在意大利的罗马往北，在 Siena 往下一点这一块区域，就是这个长靴的罗马的上面这一块区域，靠近往左边靠近这个沿海区什么比萨斜塔什么，反正就是往这边推的这一块区域。这一块区域呢，其中有一块比较有名的地方叫做Bolgheri， 我不太会念，Bolgheri Bolgheri 这个区域呢，其实所生产的酒呢，不是说这个区域生产的酒叫做 Super Toscana， 因为 Toscana 其实是在右边一点的地方这边是广义来讲，那都是 Toscana， 但是
真正托斯卡纳是在右边一点这块区域呢，专门都是用就是可能包含 Chianti 啊，或者是用所谓改良过的 Brunello de Montalcino， 其实它就是 Sangiovese 这种葡萄品种去栽种，然后去酿造的葡萄酒区。有关于这一区以后，我会特别再提。但是我今天先讲 Super Toscana， 因为这一块区域呢，其实是跟法定产区、跟意大利酒也许这40年来的发展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这边这个区域离罗马或是离这个菲伦兹就是佛罗伦斯翡冷翠佛罗伦斯很近 ，Siena 很近，这些都是他们有名的一些大城或古城。罗马根本不必讲了。既然是大的城市呢，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有一点像以台北来讲，台北假定是罗马好了。这比喻有点怪了，但是我会说，假定旁边花莲也很繁荣的话，假定花莲也很繁荣的话，那宜兰夹在中间就变成是一个比较有山怎么说挡着嘛，就交通比较不方便啊，或者是说这一块以前比较不是那么的繁华，所以这边本来它也是属于托斯卡纳的一块区域，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它酿的酒就没有像在 Chianti 或者是在右边的 Chianti 或是所谓其他的改良过的 Sangiovese 这种品种叫做 Brunello 这样的东西呢这么的有名，所以当地的人就有想了一个方法，就好像在宜兰这边，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那我们也要做我们自己的酒啊，因为比名气我们比不过 Toscana 嘛，我这是有点拟人化的说法哈，各位就当我在讲一个故事好了哈，因为这样比较好容易去理解哈，所以就有人这个人是哪一个人这个不重要，这上网查都可以查到记录，这不重要，我讲的是整个来龙去脉哈。就有人就觉得说，这个我们这边怎么种不好，可是我们这边土地也不错啊，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改进啊？所以，而且要签照有一个前提，就在于说，一般人特别在早年代的时候，1940几年、60几年之后，法国酒是比意大利酒还要更独霸的，价格更好、更独霸、更高级、更高尚。品质也更好。那其中有很多个环节，比如我觉得法国人做事比意大利人还要再精实啊。然后德国人就更硬就对了。那三个比较起来，就是意大利是最拉丁民族嘛，就是最松散一点这样的，所以说很像台湾啊。那日本就很像德国，韩国讲法国嘛，又不太对，反正我不晓得怎么去比拟法国。基本上我对法国是很看不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沉溺在过去的光荣哈。不过这不重要，我的意见不重要。法国朋友不要误会我，我只是觉得说，这个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讲，法国比较没有进步哈。那回过头来就提说，但是当时的法国酒是很有名的，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Bulgaria 这区的这些人呢，他们通常去学酿酒都跑到法国去学，所以呢，有某人在法国学了酒之后呢，酿酒技术帮他们耕种 agriculture 就种植，再加上酿造我忘记怎么拼了，反正各有一个英文字哈。他学了耕种跟酿造，这在国外是2个学科哈。然后回来之后，用本土的葡萄来酿造呢 ，Sangiovese 或什么，它酿起来的结果就是还是没有 Chianti， 就是这个更 Toscana 中心这一块区的酿的好，或者是说他觉得说他们不是想要用原来的东西来酿造。这个时候，请各位要注意哦。
如果你要改变方法酿造的话，你在这个同样的大 Toscana 这个区域的话，你要改变方式来酿造的话，你要么就是你要在原来的方式上面有突破，就是说用原来的方式去酿造，但是你可能葡萄种的更好啊，或者是你酿造的过程中有很多这个一些更细节的部分更注重等等的。可是这种其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别人他已经进行这么多年了，你要在原来地方有突破是有困难的。所以当时一些去法国，特别是拉菲这个那个波尔多左岸拉菲那个这个叫一级厂一级园，不能讲一级园，一级列级酒庄的第一级的拉菲很有名嘛，拉菲、拉图、马购、穆通，还有一个是什么？拉菲、拉图、马购、穆通、侯布莱恩。他去拉菲学，拉菲特别是拉菲拉图是很传统的、很有名的著名的酒厂。所以他们去学了之后呢，回到所谓的 Bulgaria 这一区呢，他们的想法就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所谓当地的在法国当地的品种 Cabernet Franc、Merlot 等等这些品种，移植到这个 Bulgaria 这个地方去生产、去种植。为什么呢？因为简单讲，他就是想把法国那一套完完整整的搬过来。那搬过来的话呢，包含品种、葡萄品种，他都把它搬过来。这些品种呢，因为比较早在国际上就著名，他们都是法国当地的，应该讲是原生种。可是后来很多地方都引进这个品种去酿造了，所以当时这种品种，现在这种品种我们把它已经比较不讲说是那个法国的原生种，我讲的都是国际性的葡萄品种。为什么？因为到处都看得到啊。那这个而且也有发生过例子，比方讲像在法国长不好的一个葡萄品种叫 Malbec， 马尔贝克 Malbec， 然后移植到南美洲之后，特别是阿根廷啊，它反而长得比这个在法国的地方长得还好。在阿根廷在法国呢 ，Malbec 本来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然后到阿根廷之后反而变成主角。有单纯用 Malbec 去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在法国它顶多只是 Cabernet Sauvignon、Cabernet Franc 的这个 Merlot 的一个配角搭配性的东西而已，但它不在那边反而变成是主角，就是指欲怀为菊那种感觉，反过来的感觉。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国际性的葡萄品种呢，当时在意大利呢，其实还是比较守旧，因为意大利人认为说我们的品种其实也很好啊，那所以他们的那个 DO 那个法定产区制是依照就是他们原有的葡萄品种，然后去规范出来的。那你今天这个 Bulgaria 这个区域，你既然把这个国际品种引进来，而且用这个方式来，完全不是引进来而已哦，而且连酿酒的方式、酒桶什么等等，完全都是从 Lafite 就是波尔多那个区域的抄过来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说，我这块土地我不种，基本上不种植这个意大利的葡萄品种，而是以法国那个葡萄品种为主，就等于是这边是第二个波尔多的那种感觉哈。我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各位不要去挑错哈。资深的酒友不要挑错，这是比喻，然后把它搬过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赚钱啊。我们既然学到酿酒技术、栽培方法，所以我把整个都弄过来，我是不是我家里有这个土地，我是不是可以照章办事啊？对不对？他们去酿造出来之后，果然这里要提一个很著名的酒厂，叫做萨西卡亚哈，它酿造出来的萨西卡亚 SASSACI 萨西卡亚 SASSACI
卡亚 CACIA， 反正大家萨西卡亚，反正大家去查哦。它酿造出来的酒呢，因为它是完全按照拉菲的风格来酿造的，包含品种，包含它的这个酿造方式、栽种，然后到酿造方式啊、混合比例什么的，他们也是学到那种精神。当然不是说混合比例完全一样，因为我提过，即便波尔多每年的混合比例都不见得一样，他要看他当年的葡萄的生长状况，这是混酿的另外一层重要的意义啊、所以他们酿造好之后，那里面也有比较天才的人嘛，他就是仿造出这个波尔多拉菲的酒的那种 style， 命名为萨斯卡亚，这个酒厂的做出来的第一批的萨斯卡亚，我忘记第一年是1960几年吧，还是1960、61还是多什么哪一个年份我忘记了。反正呢，不是61啦哈，它就是酿造出来之后呢，去参加国际性的葡萄酒展。当时波尔多的酒也有去参加，结果呢，萨斯卡亚竟然拿到第一名。就是说，人家觉得不能讲仿制，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爱酒人士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意大利用类似波尔多的方法去酿造出来的酒呢。它虽然连品种都是类似的，但是一样的啦哈。但是它酿造出来的水准丝毫并不差，而且经过大家这样，不管是盲饮或者是反正比赛之后，那时候比赛状况怎么样我不知道哈，我没有去查。但是他们拿到了第一名，打败了这些波尔多的名贵的酒厂的酒，所以萨斯卡亚就一举成名了。一举成名的结果呢，也带动了当地很多其他，就是在 Bulgaria 那一区的很多其他的酒厂呢，开始扬弃了原来用这种本土葡萄去酿造Sangiovese 啊，什么本土葡萄品种去酿造的方式，他宁愿不要去走 DOC 的路线，就是那个法定产区。他说我不走这个，我反而卖得更好，而且我还更有名，可以卖得更好。那卖得更好之后，可是这个产区的规范里面，他还是认为说，我不能因为这样改我的规范啊。所以呢，特别好，其实当时是因为这样，特别为了这些离经叛道、不走原来的道路，然后有些后来甚至利用国际性的葡萄品种混合当地的品种，就是充满改良的精神去酿造出来这样的酒呢。它已经比较没有原来意大利酒的特色，即便它有些中间还是有混一些意大利的品种进来，但是这样创造出来的酒呢，屡屡得到国际的好评，他们也不得不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但是还是坚定，你不能挂 DOC 或 DOCG 或 DOC 这种上比较高的级别，所以他们就只能挂 IGT 或 IGP 这个等级，就名义上的第3等级。就回应到我一开始讲了，在台湾反而是 DOCG 跟这个 IGT 的酒是最多。为什么？因为 IGT 其实很多在意大利所谓的 IGT 就代表一种改良改革的精神，它就不是传统的意大利的酒那种形态，包含品种、包含酿造的方式等等的。所以这些酒呢，对于那些比较不喜欢意大利酒，因为意大利的很多葡萄的品种本身的酒质酸啊，结果的苹果酸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意大利的酒一般给人家的印象都是认为说普遍上是偏酸，普遍不是说所有，我只讲普遍。但是你 IGT 这个等级，就混合国际品种或是以国际品种为主的这一批酒呢，反而是这种类型的酒，反而是更容易得到这些不喜欢意大利酒的人的喜爱，就是它很快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价格卖得非常的好。非常的贵，萨斯卡呀、欧内拉呀，什么这些都不便宜，现在都不便宜。我曾经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呢，在某一个它应该算是中型的经销商的地方呢，看到
它有一个酒柜呢，放满了每一个年份，从第一个年份开始到我去的这个当时的最新年份的每一瓶的萨西卡亚它都有，而且里面都是还有酒的都没有开的，每一瓶都有。为什么？那个对他们来讲就是意大利之光吧。我记得我看到这个酒厂是在哪里看到，好像在翡冷翠看到的，不是翡冷翠就Siena，应该是在翡冷翠看到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很惊讶，就是这一排全部都有这一套酒，而且它是保存的好好的。好，这套酒如果当然他们不可能会卖了，就是说因为里面有很多老的酒，那可能对当地，可能对这个经销商来讲，他认为这是他们的意大利的改革的骄傲嘛，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晓得。这是1960年代开始，然后有这样的进程，其实还要归于以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有台北有钱人，或者是花莲有钱，假定花莲是一个很有名的都市的话，的有钱人，他看中宜兰这块区域的土地，然后进到宜兰这边来，然后去盖去栽种就酿酒就对了。一样的意思，所以当时是从这个我这边看这边我自己写的资料，从 Toscana 这一块，从这个可能你还包含 Toscana 这边的人哦，进到这一块区域 ，Bulgaria 像西边这一块区域呢，开始去改良，就我刚刚讲那个故事，是由哪一个农这个 Mario Isisa della Rochetta 这个我不太会念哦，这个。他在1968年的时候引进的，然后在1978年的 Decanter 的杂志举行的国际比赛中，打败波尔多的劣级酒庄的酒。然后他最主要用的是 Cabernet Sauvignon 还有 Cabernet Franc， 然后酿造出 Sassic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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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开始之后，许多意大利的有钱人就纷纷跑到这边来，就是 Bulgaria 这个区域开始就是一样画糊涂，一样画糊涂啊，画图，反正就是再去做类似的酒出来，一瞬间这一块区域就充满了很多有别于意大利传统酒厂所酿造的酒，然后可能有国际品种。单独国际品种，或者是国际品种混酿这个当地的葡萄品种等等，这些酒呢，很多因为不符合原来的法定产区规范呢，只要有外来的混进来，就不算是在那个比较传统年代就不算是当地的产区规范了。但是他们会为它列一个，就是列在那个等级，就是所谓的 IGT 或 IGP。所以，如果你在念法定产区规范的时候，你看到意大利酒，你说 IGT、IGP 是不是就是不好？不一定不好，不一定不好，有可能是不好哦，因为当时设计师就是有可能是不能归在上面的等级嘛。可是 Super Toscana 就是走出一条路出来，它等于是开创一个新的道路。其实讲了半天呢，你说他们是因为有实验精神或者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就如同波尔多的混酿一样，在商言商，在农言农啊。简单讲，就是你今天你酿造目的是为什么？要制造产品出来，要赚钱啊！如果你不赚钱的话，你空有一大堆理想都没有用嘛，对不对？你必须要想出方法去解决你的困境。然后空有土地，然后赚不了钱，没有办法，所以 Super Toscana 是在这种的状况底下诞生的。其实这样酿造方式，我的文章有写说，后来甚至同时也影响到了 Toscana 省的，就是这个 Toscana 省这个其他地区的红酒、白酒，因为可以赚到钱，谁不想赚呢？那你虽然有产区规范，但是有 IGT、IGP 这样子的一个level 这个标示可以走，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产区规范当然是标到最高等级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走到这个，然后你又可以卖得好的价钱，最重要是酒质的问题，或者是说它能不能跟上国际趋势的问题。如果能够跟上的话，
那我为什么不走往这方向试试看呢？我也许不用全部，我可能只做一批某块地，我来做这样的实验，所以甚至影响到这个这个 Toscana 区，比方讲 Chianti 当地的酿造方法哈。Chianti 酒我之前有提过了，我们祁阳地很多人还印象中那个稻草包的那种很奇怪的瓶子的酒，其实 Chianti 的酒红酒里面呢，按照他们产区规范里面是最后一定要加入白酒，我记得是3%还是5%的某一个品种的白酒，我已经忘记了哈。但是因为加一点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不加是不行的，当时是这样规范的。我这边念一下我当时写的，就是说 Super Toscana 的成功呢，反过来也让当地制定法定产区制度的机构及一些比较观念比较老守旧的农人有了反省修正的机会，就整体区域酒质的改进用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正向的发展。不过你还是可以回去推想，就是说，其实关于栽种，就是我们现在不讲，先不谈酿酒，因为酿酒一定要有原料嘛，就是葡萄品种。如果说全世界都类似 Super Toscana 这样的做法，都种国际品种的话，这样对人类是好还是不好？对酒友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它是可以赚钱，可是你不要忘记，因为赚钱的因素呢，那片土地上原来可以长很多原生种的意大利葡萄品种，现在都被拔掉了，甚至这个品种就此就消失了，变成是人责的消失了，不是天责，是人责。那这样对人类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所以近年来又有一股风起云涌的运动，就是说我要找寻我的根原生葡萄的品种的根它就是反过来去思考说，我们的原生品种，你要么去改良它嘛，就是它是原生品种，它过去可能酸度比较高，或是过去可能比较不容易就是产量不高，或是不耐寒，或者是说怎么样相关的容易生病等等，你慢慢去改进。同样的状况在日本也是有发生，他们是改良米，然后这是改良葡萄品种，但是他们改良目的并不是去移植国际品种，而是把旧有的品种给复兴起来。所以在日本有所谓的梦幻米什么梦幻米，就是龟之尾啦，什么神力爱国这些那种早期的属于酒米兼饭米的这样的东西呢，把它改良。去把它弄成可以适合酿酒，更适合酿酒。他们所谓的复活米嘛、梦幻米等等的伊势井什么的。同样的故事在意大利这边也发生，在日本也发生。我相信除了这个之外，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有发生，但它不见得是只是在葡萄酒或是葡萄或是米上面，可能各种各样子的农产品都有吧。因为现在大家更强调这个在地化嘛，就是甚至有地理产权标示的这种规范出来。地理产权标示就是我已经提过 IDT 吧，就是你必须，比如说你要标香槟，你必须要在香槟这个区域生产，按照什么方法制作出来的酒才能叫做香槟。你在别的地方，即便是按照香槟区的方法2次发酵去酿造出来的酒，你也不能叫做香槟，你只能叫做传统方式酿造的气泡酒而已。即便你是把葡萄品种什么都搬过去，但是他们认为所谓的风土，为什么法国这么坚持风土？就是认为你必须在这边生长的，用这种品种，用这种方法酿造，才能挂上这个所谓的地理产权标示。就是以地理产权来讲，地理标示它已经有一个产权在那边了，你不能随便乱标。以前在美国常常早期在美国会看到动不动气泡酒就标香槟，动不动那个白酒就标这个 Chablis， 所以对很多其实美国很多人是没有出过国的嘛，因为他们太大了，他们可能还认为这个就是香槟，这就是 Chablis， 其实不是，这些都是可能美国国内自己产的这个，他用这个名称。可是近年来这样的状况，经过地理产权标示的推广之后，联合国在推广这个，
已经就几乎都看不到了。所以台湾到现在很多人对香槟的认知还不清楚，对这种所谓的他会认为有气泡就是香槟，其实不对的。它有严格的规范，除了地理产权标示之外，它甚至也有规范说这个酒里面的这个大气压啊，或者是含糖量啊等等这些规范。我早期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好像股市上万点的时候，台湾在什么证券交易所在庆祝嘛，不知道哪一个酒商，不知道是哪一个这个证券商在庆祝，站在那个股票墙前面，然后在开香槟庆祝。我一看，那根本就不是香槟啊，那喷起来的气泡一点点这样是有气的。我怀疑他是去家乐福啊，或者是什么不是好事多，就是家乐福啊，或者是反正当时很多量贩店那种买那种糖水型的，有灌气泡。其实简单讲，你拿一瓶可乐摇一摇一喷，它是不是也喷得很远，对不对？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就不是香槟啊。那同期那时候我写那篇文章是同期，好像香港当时才刚过1997嘛，然后他们那个中国的手还没有伸进来之前，他们在庆祝好像赛马还是什么俱乐部的冠军说，他们就用真的香槟在那边撒，喷出来啊，这个什么，你看那瓶子就知道了。然后现在很多法国的各国什么 F1 赛车啊，或者 GP 赛车啊什么的，他们其实不是冠军也要喷那个气泡酒嘛？不一定是香槟，因为其实气泡酒有分好几个等级，香槟是几乎算是最高等级的东西。你拿那个来喷呢，虽然以赛事的规模来讲，那个也不算什么，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啊。你酒喷出去之后，你怎么喝，对不对？所以那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庆祝的动作，而不是真正的在品尝这个气泡酒、香槟等等的。我把话题拉回来，就是说，对我讲过了，我说Super Toscana 酒款我有把这个地图给画出来哈，就是在这个 Super Toscana 省的左半部这一块区域，它里面呢，这个已经很靠近沿海这个区域了。我写说呢，它的精神扩大，让意大利其他产区的酿酒区的酒开始效法这种不要遵循故旧的这种方式，就是想办法开创新的酿酒方式，或者是说想办法去自己赚钱就对了啊。国际性的葡萄品种的酒款出现，或是跟在地品种的混酿，打破了传统法定产区的概念，增加了酒款变化性及多样性。我的结论是，其实前面提了，好或不好，酒友自行判断。有一个问题必须点一下哈，那意大利的原生葡萄品种呢？所谓的原住民，他们的生存空间会不会受到压制，甚至消失？这里的原住民指的是葡萄品种，但是你回过头来讲台湾，对不对？这个很赤裸裸的原住民，也几乎大部分都是讲国语，就是讲中文，国语我们所谓的国语。然后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结果？台湾的历史这400年来，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所以现在很多原住民也是在推行着原住民的复兴运动啊，台湾政府有客委会啊、原委会啊什么的，所以这是什么谈什么大罢免，那个人就踩到台湾人。我所谓的台湾人是泛指所有族群人的逆鳞。为什么？因为你弄了这些有的没有的，像客家委员会啊，像原住民会都会受到影响。那这种东西呢，一旦影响，本来富裕上就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一旦断了几年，断了1年、断2年之后，或解散了，因为很多知道原始这些，比如说原住民来讲，他们所谓的耆老，很多都
可能慢慢要开始，慢慢可能要过世，或者是人老了，记忆力也不好了。那你现在这个时间断掉，其实对台湾发展是很不利的，特别是对原住民或者是其他的族群来讲。这个由这个 Super Toscana 超级托斯卡纳，我们也可以做这个进一步的反思啊。然后讲到这里呢，我不是要提政治，我只是跟大家提到说，有关于一个东西的引进，必然会有某些东西退出市场，除非你把市场做得很大，但是某些东西它就不会就一下子就突然这样，不可能市场变得更大的。你当然可以创造市场，但是创造市场没有那么容易啊，没有那么容易啊。昙花一现不算，你真的要创造一个市场出来，你需要花很多的精神。但是的同时呢，你可能就会牺牲掉某些的部分、某些东西了。Super Toscana 就是刚好是可以让我们去好好去反思这件事情。好，关于 Super Toscana 原生种品种、原生葡萄品种的东西呢，我可以举例的更多，但是我用一个小小的东西做结论。刚刚讲原住民那个，因为还是跟原生种有关哈，原生 indigenous 是有关的啊，不管是人或者品种。那我要讲的，比如说以宜兰这边来说，当外面的文化入侵的时候，我所谓文化就是说，很多入侵的原因都是因为要赚钱。如果是像我这样搬到这边来生活，跟这边融在一起的话，其实倒是无所谓。这不是我帮我自己开脱，而是说我搬到这里也是不得已，因为我离花莲太远，我台北还有家。如果是有事情我要回台北处理，因为你住花莲到台北太远了，宜兰比较方便，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但是我来这边目的，我也是融在这个地方，然后吃喝穿什么都在这边消费。可是有些人到宜兰来了，目的呢并不是这样子，他来到这里来，他要创造的 Super Toscana 并不是为了要融入生活。你像本来就是有钱人，他类似 Super Toscana， 他们进来的时候是看中，因为这边的地比较便宜。以前这边水汪汪，到处都农地，因为从雪隧开通到现在，目前为止大概也有20年左右了吧，19、20年左右了。我从开通之后，我就从台北就开车来这边，常常来宜兰玩。我亲眼目睹到这边很多以前一大片的农田，虽然我不是在地人，一大片农田，然后最后开始长房子出来了，叫种房子出来了。而且那所谓的农舍基本上都很豪华，都很贵。现在这边很多房子都很贵啊，真的都很贵啊。所以，这边的地也被炒起来了。那你觉得这是好事或坏事呢？Super Toscana 酿出来的酒，你觉得是在地人在消费，还是外销到国外去？这边盖出来的房子是在地的宜兰人买，还是台北人或者是其他有钱人来买，甚至红色资本？这一点是大家要好好去思考的。我现在住在这边这2年来，我就发觉很多田呢，它都会缺一块，缺一块干嘛？就盖房子，然后缺一块也就算了，问题剩下那一些地方，它可能就随便种一点东西。所以你要看到绿油油的稻田，或是那个春天的时候，或者是秋天要看到黄澄澄的稻穗蔓延一片的情景越来越少，或者是说只有这边一片突然就被楼房挡住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种短视近利的做法，我一直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就是把郊区、商业区把它分得清楚一点？也许他们地方太大了，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台湾不是，你这样一旦弄起来之后，雪山隧道的塞车，然后你现在又在规划说是不是要什么新道路的延伸啊，或者是要开高铁过来啊，等等的，就跟台湾的夜市一样，每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然后每个地方房价都很高了，这样到底是好或不好？民进党政府也要好好反省，因为这个不是国民党什么的，也不是的问题，也是全民的问题而已。
当然我们现在有安全这种更要注意的事情，可是在发展了生计的同时，在维护台湾生存的同时，你还是要考虑到，还是要有人在做比较长远的规划，真的是这样。Super Toscana 从 Super Toscana 到花莲，还有到宜兰的重房子，这是这一期的主题，也是 Super Toscana 的完结2之2。我是海恩，好，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然后填土之道有道理，理想的理，填土加起来的理。拜拜。